2亿像素的手机来了啊！摩托罗拉 X30 Pro 它是第一台后摄达到了2亿像素的手机。那今天就来看看它的影像表现。在留言中，很多人都让我赶紧聊聊这台手机。那我就纳闷了啊，到底有多少人对这台手机感兴趣呢？如果你感兴趣，打1啊，反之打2。开头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像素的多少在数码成像中重要吗？那肯定重要，对吧？因为像素的多少是数码成像的基础。但我估计说不重要的人，肯定是在说厂商宣传中的像素多少是不重要的。不重要吗？那如果哪个厂商推出一个后摄只有100万像素的手机呢，你肯定也会觉得它的后摄是凑数镜头，对吧？那我手里拿的这台 X30 Pro， 它的后摄像素已经达到了2亿像素。2亿像素在所有数码成像设备中都是非常罕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那正式测试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啊，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那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台手机所拍的啊。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 X30 Pro 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摩托罗拉 X30 Pro 后摄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1颗2倍的中焦。那主摄呢，就是可以输出2亿像素的照片。我们在主摄环节呢，再详细讲它的分辨率跟成像。在拍摄界面中呢，不但有前面说的那3颗镜头，还有1颗单独的微距按钮。在我用这台手机的几天中呢，我发现它的微距表现确实还行。那手机的影像部分可说的还是很多的啊，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那下面呢，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聊起。X30 Pro 的主摄能输出2亿像素啊，非常恐怖这个数值。它的感光器大小也很大，1.22英寸。那这台主摄呢，就是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最主要卖点了。看实拍样片。从颜色风格上看，让我想起了索尼啊，我感觉跟索尼的成像色彩上有点像。那这台手机的主摄呢，在默认情况下会输出1200万像素的照片，中心解析力可以说比较优秀啊，但由于照的是远处的铁丝网，出现了一点伪色的情况。边角画质是十分优秀的啊，这么大的感光器，1.22英寸啊，边角画质还没什么下降。那从这点上说呢，这台主摄的光路设计还是不错的。再看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可谓是大光比场景啊，有阴影，有阳光直射，中心解析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可惜的是，亮部细节已经都过曝了，边角画质依然是十分优秀啊。边角画质的优秀呢，这是物理光学做得好。那中心亮部细节过曝呢，这是软件的原因。这台手机在拍摄时候有一个特点啊，它会根据环境自动开启高分辨率模式。高分辨率模式呢是5000万像素，并不是2亿像素啊。但是它在切换的时候有点生硬，而且如果你正好在切换的时候摁快门拍照的话，那么整个照片的延迟以及手机的响应都会受到影响啊，这点在体验上来说不是很好。虽然说智能高清确实可以提高分辨率，但是这台手机最主要的卖点还是超级画质中的2亿像素模式。但是用这种模式拍照的话，你会发现按下快门之后还要等半天才能成像，这就让我浮想联翩了。因为这种情况，要么就是照片是需要多张合成的，要么就是处理器的速度不够。到底因为什么呢？从实拍样片上看，普通模式跟2亿像素模式在成像风格上还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啊，确实有所提升啊，提升的还挺明显，只不过亮部细节都过曝了。那这种解析力的提升是什么水平呢？啊，我们留在对比节目再说。好，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感光器也不是很大，但是原生像素挺高啊，5000万像素，默认输出的是1200万像素照片，视角不窄，等效14毫米，支持微距。从实拍上看，风格颜色跟主摄很接近啊。解析力方面，中心画质还是不错的，但是边角画质下降的还是十分明显的。再看一张样片，同样的中心画质还行吧，稍微有点肉啊，但是边角画质相比中心来说下降的有点明显。超广角也是有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但跟普通模式比呢，在解析力方面提升确实挺明显。再看微距的表现，那这台手机在拍摄界面中就给了你一个微距拍摄的选项啊，就是那朵小花的图标。在实际拍摄中呢，你可以直接选择它来拍摄，也可以用超广角镜头来拍摄。就算是选择小花来拍摄呢，其实也是用超广角拍的。拍完之后呢，再裁切放大一下。从实际的拍摄效果上看，这台手机在拍摄微距这方面还算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如今的手机里边呢，综合评定它也算是第一梯队的水平。那如果有拍摄微距需求的朋友，那这台手机应该不会让你失望。再看中焦的表现，这台手机的中焦呢是一颗2倍镜头，等效50毫米，感光器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光圈很大 ，f1.6，像素是1200万。这台2倍中焦虽然说没有光学防抖啊，但是它的对焦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成像风格跟主摄还有超广角都是很接近的啊，这点不错。在解析力方面呢，如果你要拍摄远方，在解析力上的优势呢，确实是中焦大一些啊。不过这只是跟主摄的普通模式比，但是主摄不是有一个2亿像素的高清模式吗？那如果主摄用高清模式拍摄的话，在解析力方面放大看的话，还比2倍中焦的更好。而且这还不是个例，那如果光线条件充足的情况下，你用主摄的2亿像素去拍的话，那么解析力都会比2倍的中焦更强。那这颗2倍中焦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有啊，就是拍摄人像。在人像拍摄模式里，给了3个焦段可以选择，默认的焦段呢就是中间这颗50毫米的2倍镜头，那35焦段呢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85焦段呢是2倍的数码变焦。从人像的实拍上看，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肤色啊，我挺喜欢的。但是这颗2倍镜头是没有光学防抖的，那么在暗光的时候拍摄呀，那你就得端稳了。宽容度的表现呢，这里就带一嘴啊，前面有些照片大家都看见了，它的高光部分呢有时候都过曝了。但是这台手机的总体表现还算可以，但是多可以呢？没有对比呢不好说，那咱们下期对比节目再细聊。这台手机在拍摄夜景的时候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还有一点呢，它的2倍中焦确实可以直接拍摄夜景，但是呢，它没有光学防抖，它又是一个中焦，那拍摄出来的效果是很惨的，那大家就不要轻易尝试了。夜景的主战场呢，还得是主摄跟超广角，因为超广角是广角镜头嘛，稍微抖一些晃一些无所谓。在城市大光比的场景下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还不错。在这种漆黑的小路上你看着比较亮，其实挺黑的，就那几盏灯是亮的。但是由于有自动夜景的加持呢，整体效果还不错。现在的场景呢是又暗又有大光比，那这台手机主摄跟超广角虽然说有自动夜景加持，但是成像效果上也不是很理想了尤其是暗部的细节。但是在这种没有大光比的光线比较平均但是也很暗的城市道路上，自动夜景还是不错的。从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因为后边的场景是一个比一个暗但就算打开了夜景模式，暗部的细节也都是没拍出来。祖传神树这个场景表现也不是很理想很多地方都是死黑，一点细节都没有。夜景拍摄从来看的不是亮度看的是细节呈现，谁的细节呈现多，谁的夜景拍摄就好。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表现都快盯不上劲了。录像设置呢，我们还是依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多数人打开就用的设置。现在看的是主摄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清晰度还可以防抖方面稍微有一点小晃动就算它为了营造运动感吧整体的表现还可以。超广角镜头的表现，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还是色彩，都属于上乘的。现在是2倍镜头的录像表现虽然说这颗镜头没有光学防抖，但是拍录像的时候电子防抖在白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清晰度色彩都很好。现在是主摄夜晚录像的表现，防抖方面看着还行但偶尔会出现比较剧烈的晃动，清晰度还是不错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从清晰度还有防抖方面说都跟白天是没法比的。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
主摄的表现也就是说一个防抖还不错啊，那其他的清晰度啊、细节呈现啊都不太行。那主摄在这个场景都不行，超广角的表现就更甭指望了。从工业设计上说，这台手机的造型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有方正的地方，有圆润的地方。作为主打后摄影像的手机啊，2亿像素的手机，它的后摄造型并不是很夸张。从侧面看，后摄的凸起还是挺高的，它分了3个阶梯，让整体看起来比较顺眼啊，比较秀气。但是整体的凸起高度呢，在如今的手机里面还算可以接受的。那后摄的凸起高度多少啊？主要还得看机身的厚度。那这台手机的厚度是8.3毫米啊，在如今的旗舰手机里边算比较薄的。屏幕的表现中规中矩啊，虽然说没用上 2K 屏，它是 1080P 分辨率的，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我觉得还不错。处理器用的是最新的骁龙8 Plus， 肯定够用啊。具体的游戏发热跑分呢，这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您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摩托罗拉 X30 Pro 第一台后摄达到了2亿像素的手机，这也是它的卖点。但是2亿像素说的只是主摄啊，如今的手机后摄已经不再是一颗镜头走天下了。从超广角到长焦，手机的后摄已经达到了3-4颗镜头了。那评价一台手机的影像表现呢，也要看这些镜头的综合水平。在这方面，摩托罗拉 X30 Pro 的表现怎么样呢？主摄的表现挺好的，镜组的光学素质也很优秀。测试中虽然出现了伪色，但这也是如今数码呈现的通病啊，我早就看习惯了。2亿像素的分辨率提升是很明显的，但成像速度有点慢啊。最不好的是在拍摄时候，系统会替你做主，时不时的切换到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啊，影响构图，影响成像速度，影响心情。超广角的表现一般啊，镜头光学素质也一般，好在视角比较广，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提升也明显。2倍镜头的表现呢也一般，解析力和主摄的高清模式对比了啊，没有优势，用来拍摄人像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可以直接用来拍摄夜景，但是没有光学防抖，暗光下拍出来的照片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夜景的表现呢，中规中矩吧，不是很暗的地方表现还不错啊，一到了暗光环境就跟不上劲了，尤其是极暗环境，那暗处的细节什么都拍不出来。录像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包括没有光学防抖的中焦录像也是很可以的，就是一到了晚上，整体的表现就一般了。OK， 到结尾了，那希望上面内容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啊，也希望您能支持我们，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